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卡罗琳，以及问问政府。就在上周六，我发布了一段视频，内容是前众议员埃里克·斯瓦尔维尔在床上的视频。你提到总统要去拉斯维加斯，据我所知，根据地理标记，埃里克·斯瓦尔维尔当时就在拉斯维加斯。在这段视频里，他的丑闻现在已经爆发了，指控者纷纷站出来，还有许多其他人也站了出来，以及关于他与亚利桑那州参议员鲁本·加列戈之间极其密切关系的问题。我想知道，政府对加列戈参议员似乎非常积极地要求公布爱泼斯坦档案一事有何评论。然而，当涉及到他自己与埃里克·斯瓦尔维尔的关系时，他似乎什么都不想提供。是的，你看，我认为针对前众议员斯瓦尔维尔的指控和控诉，他被指控的所作所为是卑鄙和令人作呕的。我认为正如你指出的，杰克，这也很合理。在这个城市，在国会山，还有许多其他的民主党人知道他的。也许是非法行为，当然是他令人作呕和不当的行为。他们为什么沉默了这么久？我认为这些问题必须向这些现任议员提出，包括加列戈先生。我希望在座的记者们会做好他们的工作，国会山的记者们也会做好他们的工作，去质问当权的民主党人，他们是如何在这么长时间里知道他们的一位民选代表有这种卑鄙行为，却从未对此说过或做过任何事情的。所以，就白宫和总统而言，这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谢谢，彼得。谢谢，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然后还有一个问题要问贝森特部长。卡罗琳，自2024年年中以来，现在已经有10名美国科学家失踪或死亡。据报道，他们都曾接触过机密的核材料或航空航天材料。有没有人在调查此事，看看这些事情是否有关联？彼得，我看到了这份报告，我还没有和我们相关的机构谈过这件事，我一定会去做的，我们会给你一个答复。如果属实，这当然是本届政府和行政部门认为值得调查的事情，所以我会去办这件事。谢谢贝森特部长，听起来我们夏天前是不会有每加仑3美元的汽油了。这可是我们最初被能源部长告知的。他现在说，如果我们在夏天前能达到每加仑3美元的汽油价格，那将是非常激进的。那么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买到每加仑3美元的汽油呢？我认为这取决于谈判的进展。川普总统今天早上说，他认为我们正在接近尾声，美国遵守了停火协议，我们已经停止了开火，霍尔木兹海峡尚未完全重新开放，所以我们拭目以待。我乐观地认为，今年夏天我们很快就能看到油价降到3美元以下。华盛顿现在是银行州，所以我一直在和许多中东地区的同行，也就是财政部长们会面。他们都说，一旦海峡开放，他们可以在1周内重新开始抽油。所以不是在夏天，比如阵亡将士纪念日之前，而是可能在劳动节之前吗？我再次重申，我乐观地认为，在6月20日到9月20日之间，我们能再次看到3美元的油价。就像我今天早上说的，我们也会关注加油站，因为当原油价格上涨时，它们涨价非常快。我们希望他们能像原油价格下跌一样，迅速地把价格降下来。而原油价格在过去10天里已经大幅下跌了。非常感谢卡罗琳。您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总统对下一任司法部长的看法？很多名字都在流传，比如罗恩·德桑蒂斯、鲁迪·朱利安尼、埃德·马丁，他们都被提名为潜在人选。总统在寻找新任司法部长时看重哪些品质？另外，对于许多人所说的拜登在担任总统期间其司法部存在的武器化行为，是否会追究责任？当然，确保追究拜登政府时期司法武器化的责任，无疑是本届总统的首要任务。至于那些被提名的名字，媒体上总是会有各种传闻。有时候，当我读到一些关于某些人被提名为某些职位的报道时，我都会忍不住笑出来。就目前而言，总统认为托德·布兰奇仍然是代理司法部长，总统觉得他做得很好。目前情况就是这样。我今天没有关于人事方面的最新消息。安妮。谢谢你，卡罗琳。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也想问财政部长。首先，梅赫迈特·奥兹医生最近接受了一个采访，他在采访中描述了总统对自己饮食的看法。他说，他认为健怡汽水对他有好处，因为它能杀死草。如果你把它倒在草地上，草就会死掉，所以它也一定能杀死癌细胞。我想知道这是否准确描述了总统的看法。听着，我们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我想你们也知道，总统很有幽默感。我认为这是他最不为人知的特点之一。我以前听他讲过这个笑话，我认为《华尔街日报》应该更有幽默感。然后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总统报税了吗？他会公开他的税单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还没有直接向总统询问过他自己的税务情况，但我很乐意去问，我们会给你一个答复的。部长。我已经报税了。或者至少是您公开的立场。总统曾公开表示，您是他没有解雇杰鲍威尔主席的原因。鉴于他最近表示仍然想解雇这位主席，您会再次向他陈述您的理由吗？听着，我非常有信心，我们为凯文·沃什成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所制定的程序。他将在本月21日举行听证会，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候选人。我们知道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或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共和党人都对此表示支持。我非常乐观地认为凯文·沃什将按时成为美联储主席，那么这个问题就将变得没有意义了。史蒂文。贝森特部长，您提到加班费免税是大家呼声最高的政策。您说有2500万人，您有没有看到证据表明有更多的公司提供加班机会，或者人们正在加班工作，并且提高了生产力？然后是第二个问题，医疗保险行业正在华盛顿特区大肆宣传，将自己描述为整个医疗系统中的好人。川普总统曾威胁要传唤他们的高管，并强迫他们降低价格。您能提供一下政府在这方面的最新进展吗？好的，那么第二个问题我最后回答，因为那不是我的职责范围。我知道我在这里身兼多职，但是我确信总统会向企业高管表明他的观点。如果那是真的，那么他们就会被传唤到他面前。至于加班，当凯利和我出去和全国各地的雇主和工人交谈时，他们都想要更多的加班机会。而且有一种说法是，我认为有超过200万非法移民要么自愿离境，要么被驱逐出境，这将导致劳动力短缺。那么有什么比让勤劳的美国人加班并让他们保留更多加班费更好的方式来填补这个空缺呢？凯利，我不知道你是否想。是的，我只想补充一点，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看到的工厂正在回归，这要归功于100%的美国本土制造的费用抵扣政策。佐治亚州罗马的库萨钢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里的老板曾经一周只开工1天1个班次，现在他一周开工5、6天，每天2、3个班次。所以多亏了通过我们的小型制造业基础对这个国家进行再工业化，美国大部分的制造商98%的制造商都符合小型企业的定义，我们看到了更多的班次，更多的加班机会，工人也更愿意加班，因为过去他们因为加班而受到税收制度的惩罚。伊丽莎白。谢谢。那么这个问题是给勒夫勒署长的。您谈到了大而美法案是如何惠及小型企业的。鉴于3月份小型企业的乐观情绪有所下降，政府是否计划为那些在运营过程中受到高油价影响的小型企业提供任何额外的税收减免或其他资源呢？一个数据点不能构成趋势。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小企业乐观情绪的长期趋势一直高于其52年的平均水平。在乔拜登的领导下，小企业乐观情绪连续34个月低于该平均水平，因为小企业被监管、大量的繁文缛节、高税收的威胁以及绿色新政的所有负担所压垮，所以现在小企业真的处于增长模式。他们计划招聘，乐观情绪非常强烈。如果你看到全国制造商协会发布的调查，他们的乐观情绪上升了5点。所以我认为你所说的问题是暂时的，我们会回到正轨。卡罗琳，延长伊朗停火协议的现状如何？
是的，我今天早上看到了一些报道，又是不实报道，说我们已经正式请求延长停火协议。目前这不是真的，我们仍然非常积极地参与这些谈判和对话。本周您直接听到了副总统和总统的发言，这些对话富有成效且正在进行中，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状况。我还看到一些关于可能再次进行面对面讨论的报道，这些讨论正在进行中，但在您从白宫的我们这里听到之前，一切都还不是官方的。但是我们对达成协议的前景感到乐观。总统在昨天的采访中提到了这一点，显然满足总统的要求符合伊朗的最佳利益。我认为他已经向对方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些谈判中的红线，所以我们正在继续关注这些对话的进展。那些会谈会在伊斯兰堡举行吗？到底哪里举行？他们很可能和上次在同一个地方举行。是的，关于同一个，我只想强调一点，这对总统来说很重要。巴基斯坦人在这整个过程中一直是出色的调解者，我们非常感谢他们的友谊和努力，以促成这项协议的达成。所以他们是这次谈判中唯一的调解者。尽管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希望提供帮助，但总统认为通过巴基斯坦人来继续简化这种沟通很重要，所以这就是正在持续发生的事情。We are。谢谢你，卡罗琳。你认为对伊朗实施额外制裁还有多大的空间？还有，你觉得美国在这方面得到了盟友的足够支持吗？有一封信发给了阿曼和其他一些盟友。信中暗示这些制裁可能没有，这也可以问一下贝森特部长。信中说这些制裁基本上没有达到美国想要的效果。我将让负责制裁的财政部长来回答这个问题。是的，我认为那不是一个准确的描述。昨天我们宣布了经济怒火行动，1年多来我们一直对伊朗人施加最大压力，既阻止资金流入伊朗政府，也追查伊朗革命卫队的账户。伊朗人犯下的一个可能致命的错误是轰炸了他们的海湾合作委员会邻国。这些邻国现在更愿意在资金方面保持透明，或者更深入地调查其银行系统中持有的资金。所以我们已经向他们提出了要求，希望冻结伊朗革命卫队领导层以及任何伊朗领导成员的更多资金。我们做的另一件事是，我们已经告诉公司、告诉各国，如果你购买伊朗石油，如果伊朗的资金存在你的银行里，我们现在愿意实施次级制裁，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措施。伊朗人应该知道，这将在金融上等同于我们在军事行动中看到的。这是在经济上而非军事上扩大战争的一个例子吗？这是战争的另一个阶段吗？没错。部长，关于船只和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保险计划，也就是美国的再保险计划，有什么最新进展吗，先生？现在已经达到400亿美元了。这个计划是通过 DFC 运作的，我们正在等待船只能够恢复一些正常的迹象，然后他们就可以来 DFC 以及我们的私营部门合作伙伴那里申请这个保险。对于那些现在对这一切感到紧张，甚至在想他们是否应该靠近海峡的私人航运公司，你们会怎么告诉他们呢？你们会告诉什么来鼓励航运公司通过海峡开展业务呢？我想我们得等等看他们什么时候能永久开放，因为这是一种机制。当我们宣布安全时，他们也必须有保险。伦敦劳合社在当时保险费飙升，费率现在仍然非常高，所以我们希望提供，美国政府会从中获利，但我们希望为船只进出海湾提供一个更正常化、经济上更合理的基础，就像冲突开始前那样。谢谢你，卡罗琳，我很感谢。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谈2个话题，一个是报税日，另一个是确认凯文沃什的确认听证会定于下周举行。但是参议员汤姆·蒂利斯仍然持反对意见，并且他坚持己见。你们将如何说服参议员蒂利斯，让这项任命获得委员会通过呢？
我相信蒂利斯参议员希望为美联储、为美国人民做最好的事情。他曾公开表示，凯文·沃什是担任主席的优秀人选。所以，让我们等到听证会，到时候再看情况。如果可以的话，我想问您关于报税日的问题。您所说的这项大而美法案的税收益，能否抵消美国民众对每加仑4美元汽油的担忧？恕我直言，就是这种不满情绪。我再说一遍，正如我所说的，没有人会反对自己口袋里有更多的钱。所以美国人有了更多的钱，他们可以自己决定怎么花。我确实想回到加班费的问题，因为上周五我在威彻斯特县，我见了几位急救人员和警察工会的人。无论是我们优秀的警察、消防员，还是我们的救护车司机，他们现在都想要更多的加班费。您知道，让他们能够参与工作并保留更多自己的钱，这是多么好的事情。谢谢你，卡罗琳。也许是问你们两位，川普总统威胁要对中国征收50%的关税，这个威胁现在还摆在台面上吗？还是说他提到过的与习近平的信件往来已经让这个威胁不再考虑了？如你所知，总统谈到了他与习近平主席之间的往来信件。习近平主席向总统保证，他们在这场冲突中没有向伊朗提供武器。这个保证是向总统做出的，这显然是政府密切关注的事情。关于关税，部长先生，你有什么最新消息吗？我没有关于关税的最新消息，但我确实有关于制裁的最新消息。伊朗是或者说曾经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支持者。中国曾购买他们90%以上的石油。这大约是中国能源需求的8%。我们认为这次海峡封锁将导致中国暂停购买。但我要告诉你们，有2家中国银行收到了美国财政部的信函。我不会透露这些银行的名称，但我们告诉他们，如果我们能证明有伊朗资金流经他们的账户，那么我们愿意实施刺激制裁。尼克，请讲。谢谢你，卡罗琳。所以我的问题是，部长先生，你们是否正在考虑对那些目前正在遭遇困难的国家提供更多的制裁减免，以便向你们的盟友提供更多石油呢？我们不会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一般许可，也不会延长对伊朗石油的一般许可，因为那是针对在3月11日之前已经在海上的石油，所以那些都已经被用完了。尼克，我的问题是给财政部长的。正如你们2位都提到的，有5300多万美国人使用了总统颁布的这些新税收豁免中的一项。您能否谈谈，这不仅为工薪阶层的美国人，比如服务员、调酒师、加班工人带来了的减负，还有这将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有几点我想说的是，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认为凯利很受欢迎，但我认为对于服务业的工人来说，我可能是华盛顿特区最受欢迎的内阁部长，因为当我出现的时候，门卫，调酒师倒不是很多，但是，服务员、女服务员，他们都说谢谢你们又取消了小费税。我当时在威彻斯特县的一家餐馆里，这真是个巨大的成功。就这些人的情况而言，我们目前还不能告诉你们的，我们会在晚些时候提供数据，就是那5200万是至少使用过其中一项的人数，所以我们预计可能有多个申报人，或者说有申报人使用了不止一项的这4项标志性的措施中的一项。而且，再说一次，这是美国优先，让美国人勤劳的美国人保留更多自己的钱，就像我们的小企业一样。你们知道，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当你们听到，左派说这是为100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减税的时候，你们知道他们想提高所有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的人的税率，那对小企业是致命的打击。I have one question for the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部长，然后是署长。部长先生，既然我们几分钟前谈到了中国，现在距离解放日，也就是关税政策实施已经1年多了，我们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大幅下降，这些成果可持续吗？您是否担心任何可能抵消这些成果的报复性行动？我实际上认为，在对华贸易逆差下降方面，我们将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去年夏天以来，两国关系一直非常稳定，而两国关系的基石实际上是两国领导人之间相互的强烈尊重。我的经验是，当高层沟通顺畅时，我们就会遵循这些指示和意愿。我们已经在韩国釜山举行了会议，10月我们将在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所以我预计两国关系将保持高度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贸易逆差不能继续下降。我能接着问吗？抱歉，奥利维亚，请说。抱歉。然后我想问一下局长，我知道工厂设备的订单和出货量都创下了历史新高。中小企业管理局通过贷款和支持帮助了多少家小型企业？去年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中小企业管理局创下了450亿美元的贷款历史新高。因为小型企业现在能够获得所需的资金，再次在美国进行建设。我们正在成为一个建设者的国家。我们看到实地工厂正在扩张。因此，我们有了创纪录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扩张以及连续2个月的出口记录。所以，当你看看我们国家在进出口不平衡方面的发展，这对美国工人和美国工业一直都是不公平的。我们正在因为这项税法而将整个行业迁回国内。利比，请说吧，利比。我有2个问题想问您，第一个是关于伊朗的，第二个实际上是关于联合航空的。我想问您，关于伊朗，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将持续多久？川普总统是否向您透露过时间表，或者您是否从官员那里听说过？当然，我绝不会代表美国总统设定时间表。但关于这次封锁，正如您所知，它已经全面实施，并且正在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进行强制执行。我想明确指出这一点。我也看到了一些关于此的错误报道，这包括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所有伊朗港口。而且我们在该地区的美国部队正在支持船只通过海峡往返非伊朗港口的航行自由。所以我知道一些媒体对此感到困惑。我们支持航行自由，只是不针对任何在这些谈判继续期间会使伊朗经济受益的油轮或船只。然后是关于联合航空的，有报道称联合航空的首席执行官提议与美国航空合并，这会影响数千万美国人。这个提议是在与川普总统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的，他是否支持这种合并？这不是我们有任何立场或者会发表评论的事情。我知道这是私营企业提出的一个想法，但总统或白宫目前对此没有意见，也不会介入。约翰 ，John, go ahead. 非常感谢卡罗琳。这个问题是给贝森特部长的。下周一，进口商就可以开始申请关税退款了。我了解到有1270亿美元符合退款资格，这个流程是怎样的？今后进口商要如何申请这样的退款呢？这并不是由财政部负责的，我们只是付款方，所以这个是由 CPB 负责的。是的。好的，那请您解释一下这个流程。我知道这不是你们负责的，那这个流程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如果一个进口商他们支付了这些关税，最高法院裁定这些关税是非法的，他们要怎么才能把这笔钱拿回来呢？他们会和 CPB 联系的。我想你引用的那个数字是，所以那是已经申请退款的金额，他们已经进入流程了。至于具体的时间表，我们还得再看看。所有这些退款都将从美国财政部支出，这会影响美国的经济吗？再次我们得看看结果如何，我们还得看看这些公司会怎么处理。你们知道，澄清一下，正是由于最高法院这笔钱有一部分要回到中国，那么这会影响美国经济吗？我不知道。我有一个问题想问贝森特部长。丹尼。
部长，本周早些时候，您在一次采访中被引述说，为了国际安全，值得承受一些经济痛苦。面对高油价，在中期选举之前，这是本届政府向美国选民传达的讯息吗？意思是值得承受这些经济痛苦吗？我们的信息是，短期波动是为了长期的收益。是的，没错。川普还在和普京勾结吗？丹尼，如果我能补充一点你知道的，总统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就像国务卿刚才说的，这是短期的干扰，是为了实现美国的长远战略目标，确保世界上主要的恐怖主义支持国无法获得核武器。这对美国人民来说是好事，对全世界人民来说也是好事。而且正如总统和他的经济及能源团队反复声明的，一旦对伊朗的行动以及现在的谈判结束，海峡重新开放，我们确实预计汽油价格会下降。谢天谢地，我们有一位总统和一届政府，他们相信美国在能源方面的主导地位，并致力于降低加油站的价格。看看这位总统上任以来，过去1年汽油价格是如何下降的，这与前一届政府以及这座城市里的民主党人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相信阻碍我们的国内能源产业，相信进口我们最宝贵的资源，相信实施那些造成了历史上最严重通货膨胀危机的政策。所以，川普总统以前就建立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他现在正在再次做到这一点。当然，我们有这种短期的干扰，但再次强调，这是为了实现长期的战略目标，确保这些恐怖分子无法拥有核弹。詹妮弗，关于俄罗斯石油，贝森特部长，我知道制裁豁免已经到期了，但是俄罗斯从那次临时制裁减免中获利了多少钱？您最初说大约是20亿美元，是这样吗？可能是20亿美元，我们不知道。但是再次强调，这让我们想想一个不同的世界。如果油价飙升到150美元，他们会赚得更多。通过推动那些已经在海上的俄罗斯原油，他们本来就会被出售，无论如何都会卖给中国。我们把他们推给了我们的盟友，我们帮助稳定了油价。正如你所看到的，当时有很多末日情景，油价会涨到150美元，会涨到200美元，会涨到250美元。而现在西德克萨斯原油的近月交割价大约是92或93美元。